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不管煮什么豆子，最忌直接下锅煮了。今天教你2个小技巧，保证5分钟软烂开花。绿豆在夏天十分受欢迎，做一锅绿豆汤，清热解暑效果好。天热的时候，如果一回家看到桌子上亮亮的绿豆汤，心情都变好了，喝上一碗别提有多过瘾了。然而煮豆子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尤其是红豆、绿豆、黑豆这一类的很难煮透，要煮着软烂开花，一般至少要花费30到50分钟，这样不仅费电费气，还费力气。然而多数人看完以后呢，会说现在有高压锅，一锅在手，啥豆呢都能分分钟煮烂。但煮豆汤呢，最好不要用高压锅，因为绿豆皮呢可能会堵塞气阀，导致安全隐患。这种新闻也不是没看过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值得大家学一学。有快速煮烂的方法，就不要用高压锅了，一起看看吧。首先，购买绿豆要选新鲜的，看一下是否有虫眼，把坏的、带虫眼的一一挑拣出来。成年绿豆颜色会发黄或者是深绿色，那样的不建议大家购买，口感不好。新鲜绿豆的颜色呢是鲜绿色的。再就是看一下大小是否均匀。好了，挑拣干净，接下来我们来清洗一下绿豆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下手把绿豆揉搓干净。绿豆在生长的过程中，经过风吹日晒，上面呢会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多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彻底的清洗干净，多清洗2遍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将绿豆的水分控干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妙招，冷冻法。这边我们准备2-3个纸杯，然后我们往杯中加入绿豆，填满杯子的1/2就行。跟着我们往杯子里边呢加入清水，没过绿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将其放入冰箱冷冻层，把绿豆冷冻一会儿。豆子需要被完全冻住，因此冷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至少3个小时以上。取出来后就冻成这样硬邦邦的，呈冰块的状态呢就很好。很多人说这也太耗时了，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喝绿豆汤、红豆汤的话，可以多准备一些豆子，分成几个保鲜袋装起来，冻到冰箱里，什么时候要煮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，你会发现特别的方便使用。之所以把它冷冻，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豆子表面冻裂，在煮制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开花，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哦。冷冻过后的绿豆呢不需要解冻，我们直接放入锅中，跟着往锅中加入清水，如果您喜欢汤水多一些的话，就多加一些。水要一次性加煮，中途不能加凉水了。好了，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静静等待5分钟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如果第一次水量没有加够的话，建议往绿豆汤里添加烧开的热水，不能够中途加冷水哦。如果想喝汤比较多一点的，在绿豆开花的时候呢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想吃绿豆沙糯一些的话，就多炖一会儿，让绿豆熬制浓稠一些。这时想吃甜口的话，现在呢可以加一些冰糖进去了，提升绿豆汤的口感。短短5分钟，翠绿的绿豆汤呢就好了。比起平时要煮将近40多分钟，这个时间真的是超级快了，可以做到随时喝随时煮了。绿豆绵沙香甜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，能够很好的清热消暑。放到冷藏里一段时间拿出来，喝上一口冰冰凉凉的，比奶茶好喝过瘾多了。那么为什么冷冻过后的豆子这么容易煮烂呢？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
因为放进冰箱冷冻过后的豆子表面呢，会结成冰块。结冰的同时，其实豆子表皮呢已经被冻裂出小缝隙了。然后把它倒入锅中煮，预热后便会膨胀，继续加速了豆子开花。再加上大火攻煮，自然也就缩短了煮的时间了。相信这个方法您一定听过不少，但并没有真正实践过。相信我，学会以后呢，您会更爱喝绿豆汤的，因为方便快捷，解渴又解暑呀，赶紧试试吧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方法2，盐搓法。把绿豆清洗干净后无需浸泡，放入大碗中，跟着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盐，然后下手把绿豆揉搓2分钟，这是加速绿豆软烂开花的秘诀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就这样用盐不停地揉搓绿豆，揉至3到4分钟左右即可。现在我们往里边呢加入清水，把绿豆表面的盐分冲洗干净。跟着再将水倒掉，把绿豆放入锅中，一次性加入足够的清水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然后煮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，虽然用时很短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绿豆已经烂了，开花了。如果喜欢喝甜一点的话，就放上几块冰糖，再煮上2分钟。喜欢喝原味的就可以关火了。等凉透了之后呢，舀出来开喝，特别清爽。很多朋友会很好奇，这又是什么原理呢？为什么绿豆能够如此快的被煮着软烂？还记得我们用颗粒盐揉搓绿豆吗？因为盐的颗粒比较粗，加上不断的揉搓，也会把绿豆皮搓出裂痕或者是搓薄。跟着我们在大火攻煮，自然呢很快就煮熟了，和冷冻法的原理差不多，主要就是让绿豆皮变薄或者是破碎，让热气能够最快的进入绿豆心里，从而加速被煮烂的速度。您学会了吗？以上2个方法不光煮绿豆，任何豆类都可以用，快速又不流失营养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当然，不管用哪个方法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提前加糖。很多人煮绿豆粥习惯加点糖增加口感，但还是建议大家喜欢甜味的要煮熟后再加糖。如果糖和绿豆一起下锅，您会发现怎么煮也煮不开的。炎炎夏日，这么实用的方法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收藏哦。如果你也有煮绿豆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更多的朋友学习受益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